你看啊，这个小池子是不是很漂亮？看看这些假山、汉溪画舫，看看这种环境啊，是不是觉得来到了西湖边的感觉？一整片的荔湾湖。现在我眼前的呢，就是荔枝湾村，从这个龙津桥那边一直流过来，3、4个人、4、5个人一组，围成一个圈，就在这边踢毽子。嗨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从我身后的广州酒家走出来，面对的就是龙津西路。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啊，先从龙津西路这边开车过来，就把车停到了永庆港旅游区的停车场，也就是在这个广州酒家的下面啊。从这边呢开始，今天我在西关的散步之旅。今天纯粹就是随意走走啊，天气不错。其实我也是带着我的山车过来的，但是想一想啊，每次都是匆匆骑行通过这些街道。今天呢，我想走一走啊，某些街区可以近距离的进去看一看。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汉溪酒家的一个专门卖手信的店，各种各样的广式的食品在这边可以作为一种手信啊。这边我已经来到了汉溪酒家，但我今天并不到里边去吃饭啊，只是到里面去看一看。看一看这个园林式酒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模样啊？你看这边很多大厅都已经坐满了食客，门口我看还等着叫号。这里最吸引人的就是那种岭南风格的建筑，一个布置不错的园林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啊，这个小池子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些假山上面留下的瀑布，边上的这个古色古香的岭南式的建筑，对面是龙苑，这边龙树最多，所以龙苑这个名字起得也不错。汉溪酒家是我们经常带着朋友到这边来饮茶的地方啊，但最近我感觉好像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，搞得更加的漂亮整洁了啊，可能装修已经告一段落了吧。看看这些假山、汉溪画舫，看看这种环境啊，是不是觉得来到了西湖边的感觉？这个是专门展示这种水产鱼类的吗？即便是你不到这边来吃饭啊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打卡的地方，就在这个园林式的餐馆里面走一走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些真的都已经经过了一些修缮啊，以前这边都是围地的状态，看看能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呢？但是这边好像还在进行一些维修的工作。
中国会啊，看来是一个高档的会员制的地方了。汉岛区，这个地方以前真的还从来没走进来过，因为永远都在维修的状态。这里水系发达，一个湖连着一个湖，这里已经到了荔湾湖公园里面了。从这边来看看这个半溪画廊，很美啊，甚至跟前面还有一些西洋式的建筑物。感觉真的很美。这个亭子啊，完全是一种西洋式的亭子，跟周边的这些中式的屋檐，感觉还蛮协调的。这就是广州的西关啊，从古到今都是让老百姓感到舒服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广州按照以前呢，就有这种彩色的玻璃，最知名的应该在余英山房里面。这些我想象都从西方传来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吧。荷花亭，这里面有些摆设，哇，这里真的挺美的。这里应该去往一个一个的餐厅，暂时好像并没有开张的感觉吧。最后还有一些维修的公事，还有些首尾还没有完工。小岛10号啊，都是以小岛命名的。看看这个人造的假山，这个应该都水泥做的吧？这里已经到了荔湾湖边上了。哇，看看这些小船，好美的。荔湾湖公园呢，以前是一个公园，是有围墙的，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完全把这个围墙打掉，就跟外面的社区连成了一整片的荔湾湖，其实也是一个湖套着一个湖啊，然后有很多的绿地、绿化带啊，更多的是以前就有的这些树木，很美的一个地方。小小。天气好的话啊，广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走一走。这里到处都体现着以前的一些民风民俗，以前的一些文化痕迹，还是挺美的，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。
看来这边呢是还没有完全开张的一片吃饭的地方。你看，中国人都会画一些书法或者中国画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东西，这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是我来了那么多次的泮溪酒家，今天是第一次走到这个里面来。瞧瞧这个弯曲成这种形态的榕树，跟边上的建筑还有一片水面非常的和谐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啊，非常之美的环境。有机会在这样的园林餐馆，其实就是一个公园啊，因为它跟外面的荔湾湖公园已经连成一片，在这里面闲庭信步，看看这种你看装点的这种当地文化特色的小庭院，走在连廊下，看看这边的湖里的喷泉。就感觉还是蛮惬意的一件事啊！我觉得再过1个月，天气更凉快一点啊，应该可以更好的到这边来欣赏一下，也可以带着家人到这边来吃饭、观景、散步。泮溪的画舫边上呢，还有一片小天地。你看啊，这应该是2层的了。下面呢都是榕树房，下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些餐厅。上面应该是一个平台啊，可以观湖望景的地方。感觉不错啊！我就是随意的走走，进到泮溪酒家来散个步，结果就有了一些新的发现，还是不错的。普通老百姓呢，就在这样的大厅里边喝茶，1盅2件啊，经济实惠，一个人均也就是40-50块钱了，就可以在这边消磨个1-2个小时，说说闲话，唠唠家常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走出泮溪酒家，再到荔枝湾村边上去逛逛啊。瞧瞧，这边这些榕树长得非常的高大茂盛。现在我眼前的呢，就是荔枝湾村，从这个龙津桥那边一直流过来。
这个河里还有很多小鱼。这边以前呢就是一条马路，因为这个河道呢被上面的石板压住以后，变成了一条马路。不知道哪一年又把它打开，现在呢变成了景区了啊。这边也有欢喜酒家的一个门。对面呢就保留了不少以前的老房子，好像荔湾区博物馆在这个前面吧。有意思的是呢，在这个景区啊，还保留着一些街边的民居，他们在这边做一些小本的生意，卖一些吃的东西，也有一些手信，也有一些旅游纪念品之类的，就完全是老百姓的街道的风貌。你看啊，这边就是这种小店还都开着，这边有卖凉茶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啱啱去嘅時候冇得休息喎，現在嗰時由9點11點送樓上，泮塘四月，这个地方供奉一些龙舟文化吧，跟这有关系的一些东西。这边已经听到一些唱乐曲的人的声音了。然后那个它流量卡那个板上面呢，有很多那个母头，尖角上面红头，它就是现在呢，我来到了荔湾湖的边上，刚刚我就在对面啊，就是欢喜酒家的一个临湖的房子，这边你看啊，从这边望过去，又是不同的一番光景。这个公园呢被彻底打开以后啊，就成了老百姓随意可以进来休闲活动的场所了。这边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广东人，你看各个身材很好，年纪都不小了，喜欢踢毽子，技艺娴熟，很有水平。我们去观察一下啊。这个很神奇的，你就说3、4个人、4、5个人一组，围成一个圈，就在这边踢毽子，都穿的像是运动鞋吧。你看这个水平非常之高啊！哇，随意的转身，想踢哪踢哪。哇，这个水平是不是很高？这就是广东老百姓的传统的活动，很有乐趣的。这边好多。有点打扰他们。这边呢有个荔枝湾大戏台，到下午的时候，这边就会有人穿着戏服唱粤剧，每天都唱。现在呢是上午的时间啊，还没有开张。你看，是在现代生活，但是身边呢有一些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的遗传，就会让人比较安心，也比较
恬静，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今天呢，这里并非我到这边来闲逛的重点啊。我原本是打算去到永庆坊那边，据说永庆坊1727正在建第3期吧，又有一个新的广场落成，就想着从这边走过去，给大家也拍一拍，我自己呢也去感受一下。所以荔枝湾景区这边的我就不再过多的闲逛了，现在准备过一条小桥，走到里面去。在这个桥上呢，我们可以望一望啊，其实边上都是一些民居了，这民居呢很早以前建的，很多层，现在应该都加了电梯了吧。穿衣戴帽以后呢，跟这个环境稍稍有些协调。好，我们来到了荔湾村的这一侧，这边呢有很多的文化的社团，还有一些这种文化商店。你看，趣字书院。上次我进来过，教大家写字，用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品这样的地方。这里呢，可以想象拆掉了不少房子，但是还保留着一些，有些呢就像现在看到的正在进行装修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希望能够修旧如旧吧，恢复以前的风貌。这边是一个岭南风物体验馆，还有荔湾非遗传承中心，但是这些房子呢，应该都是老的房子。经过了一番的装点以后啊，使这个街区多了一些情趣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以前的西关大宅啊，这是一个革命史迹馆。这应该也是一个革命人物的。你好，买票了吗？哦，这个买票啊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居然要买票，所以还不能随便进去参观。其实呢，这些房子都是以前的达官贵人的房子。但经过一些装修以后呢，变成一些博物馆，但实际上呢，都是以这个作为一种收费的项目。我们再到边上来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呢是广州西关永庆坊旅游区的一部分，边上的一个大院子现在变成了荔湾博物馆。我不知道这个博物馆是不是有人买票的。但是边上呢有一个景点啊，其实一棵古树叫石上飞龙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龙树啊，长着长着就把这些假山的石头包裹在里面，形成了一种奇观。就下面实际上是假山，但这个根呢就一直往上长啊，最后呢顶着一片树叶，你看一个很漂亮的树冠。就很奇特的一种感觉。这边呢就是荔湾博物馆了，1996年12月开馆的，
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。手腕用手腕，什么叫手腕？这个每月是一天免费开放日，呵呵，5块钱一张票，当然也不贵啊。但是主要是我今天并非到这边，主要是以这边为目的地，我们只是路过而已，我们继续走走。你看啊，这边漂亮吧？这个大宅以前也是一位有钱人的房子，叫陈联博旧居。我相信啊，就建这片街区的时候呢，拆掉了很多旧房子，但是也保留着几家名人的这种故居啊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维修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呢就准备前往龙津西路，转到恩平路上恩宁路吧，这边呢就有永庆坊，我们到那边再去转一转吧。